这2800万全部给慧强。母亲的话在堂屋里响起，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我，等着看我的反应。二叔放下茶杯，三婶停止了嗑瓜子，连一直在外面玩耍的孩子们都悄悄探头往里看。弟弟林慧强坐在椅子上，脸上有些不好意思，但眼中掩饰不住的兴奋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。父亲坐在太师椅上抽着烟，一言不发。我坐在角落里，看着这一家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2800万的拆迁补偿，1分钱都没有我的份。慧敏，你没意见吧？母亲看向我，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：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事情要从1个月前说起。那天我正在公司加班，手机突然响了。慧敏，你快回来吧，咱家那快递要拆了。母亲的声音透着掩饰不住的兴奋。我放下手头的财务报表，妈，您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政府要在咱那里建新区，说我们家那快递值钱了，村长都来家里好几次了，说补偿款能有好几千万呢。我当时还以为母亲听错了，妈，您是不是听错了？几千万？没错，就是几千万。村长说咱家祖屋占地面积大，位置又好，肯定能拿大头。母亲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。慧敏，你赶紧请假回来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家里人都得商量商量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办公室里发了好久的呆。我叫林慧敏，今年35岁，在省城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财务主管。大学毕业后就在这里扎根了，一个人租房子，一个人生活，习惯了安静平淡的日子。老家桃花镇离省城有3个小时车程，我1年也就回去2、3次，每次回去看到的都是同样的画面。父亲林大山坐在院子里抽旧烟，母亲周秀芳在厨房里忙活，弟弟林慧强在村里和人吹牛打牌。我和弟弟相差5岁，从小他就是家里的宝贝疙瘩。我上学的时候，家里条件不好，父母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，但我知道他们心里真正的期望是弟弟，因为弟弟要传宗接代，要养老送终，而我迟早是要嫁人的。第2天我请了假，开车回到桃花镇，一进村就看见三叔林大海在村口和人激动地说着什么。慧敏回来了。三叔老远就看见了我，你们家这下发财了，听说能拿2、3千万呢。我笑着打招呼，心里却有些忐忑。从小到大，每当家里有什么好事，最后都和我没什么关系。到了家门口，院子里坐着好几个人，都是村里的叔伯。看见我进来，大家的话题立刻就转到了拆迁上。慧敏，你回来的正好。二叔林大和端着茶杯，你爸妈正愁这钱怎么分呢？我走进堂屋，父亲坐在太师椅上，脸色沉重，母亲在一旁摘菜，看见我进来，眼神有些闪躲。爸妈，具体什么情况啊？我坐下问道。父亲咳嗽了2声，政府要征收咱这片地，说是要建什么产业园，咱家这块地加上房子，初步估算能补偿2800万。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2800万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，确实是个天文数字。那挺好的啊。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。爸妈，你们终于可以享福了。母亲停下手里的活，看了我一眼。慧敏，妈妈想问你，这钱你觉得该怎么分？院子里的声音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几个叔伯都向这边看过来。我知道
这就是我回来的真正原因。这个我有些犹豫，这是爸妈你们的房子，你们做主就行。那可不行。二叔走了进来，这么大一笔钱，得全家商量。慧敏，你说说看法。我看了看父母的脸色，又看了看院子里等着看热闹的邻居们，心里明白，其实结果早就定了，他们只是想听听我的态度。我觉得应该按照传统来。我慢慢说道。母亲眼中闪过一丝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儿子继承房产，这是老规矩。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。再说，我在省城有工作，有房子，用不着这些钱。二叔拍了拍手，慧敏就是懂事，确实应该这样。儿子要养老，要传承，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。晚上，弟弟林慧强和弟妹刘小丽从镇上回来了，一听说拆迁的事，两人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姐，你真的同意钱都给我？慧强有些不敢相信。我正在帮母亲洗碗，头也没回。你是家里的儿子，应该的。可是这么多钱，你一点都不要。刘小丽站在厨房门口，语气里有试探。我转过身看着她，这个比我小3岁的弟妹，长得挺漂亮，但眼神里总是带着算计。我在省城工作稳定，用不着。我淡淡地说，再说以后爸妈年纪大了，还得你们照顾。刘小丽眼中闪过一丝得意。那姐姐你就放心吧，以后爸妈我们一定好好照顾。你在省城一个人也不容易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心里却想，这话说得真轻巧，就像施舍一样。慧敏啊，父亲的声音从堂屋传来，你过来一下。我走过去，父亲正在抽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的脸看不太清楚。爸，您说这钱的事，你心里没有想法？父亲问得很直接。我沉默了一会儿。爸，我是女儿，早晚要嫁人的，这个家还是得慧强来撑。父亲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你从小就懂事，从来不给家里添麻烦，这是应该的。我说，心里却有些酸涩。从小到大，懂事就是别人夸我的唯一词汇。我懂事地把好吃的让给弟弟，懂事地穿弟弟剩下的衣服，懂事地考上大学后自己打工挣学费，懂事地毕业后把第一份工资全部寄回家。可是懂事有什么用呢？到头来，我还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人。第二天，村委会来人办手续，我坐在一旁，看着慧强在各种文件上签字，看着那一串串数字从纸面上跳跃出来，2800万，确确实实的2800万。慧强啊，这下你可发财了。村主任笑着说，记得请我们喝酒啊。那是必须的。慧强笑得嘴都合不拢。等钱到账了，我请全村人喝酒。办完手续，村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慧敏，你真是个好姐姐，这么大一笔钱，你一点都不争，真不容易。我苦笑了一下，都是一家人，你们家慧敏就是有格局。村主任对母亲说，教育得好啊。母亲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既有骄傲，又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。当天下午，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，很多人都跑来看热闹，有的夸我懂事，有的说我傻，还有的阴阳怪气地说什么女儿终究是女儿。我坐在院子里，听着这些议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慧敏姐，刘小丽过来坐在我身边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后悔？我看着她，后悔什么？这么多钱啊，够你在省城买好几套房子了。我不需要那么多房子，我淡淡地说。刘小丽还想说什么，被慧强叫走了。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看着夕阳西下，心里想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。当天晚上，家里来了很多亲戚，都是来道贺的。大家坐在一起，
聊得最多的就是这笔钱该怎么花。慧强啊，这钱你可得好好规划。四叔说，先给爸妈留一部分养老钱，剩下的你们小两口商量着花。我想先把镇上那套房子买下来。慧强说，然后再买辆好车，剩下的钱做点生意。好主意，大家纷纷附和。我坐在角落里，静静地听着大家的讨论，就像一个局外人。慧敏，你觉得呢？突然有人问我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我。我愣了一下，我觉得慧强的想法挺好的。慧敏就是通情达理。吴婶笑着说，也不知道哪个男人有福气娶到你。是啊，慧敏都35了，该考虑终身大事了。三婶接话道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？我笑着摇头，谢谢三婶，我暂时还不想结婚，女人还是要有个家才安稳。三婶继续说，你看你弟妹多幸福啊。我看了一眼正在和慧强说悄悄话的刘小丽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慧敏在省城工作好，独立自主，挺好的。母亲突然开口替我解围，我感激地看了母亲一眼，她对我点了点头，眼神里有种温暖。第3天，我准备回省城了。临走前，母亲拉住了我，慧敏，你真的对这钱没想法？她的声音很轻。我停下收拾行李的动作，看着母亲，妈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问你，心里真的一点都不难受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妈，您觉得我应该难受吗？母亲没有回答，只是深深地看着我，眼神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。妈，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位置，我轻声说道，我是女儿，慧强是儿子，这就够了。慧敏，你从小就懂事，从来不让妈妈操心。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我心里一暖，这是应该的。好了，你快收拾吧，别误了车。母亲转身要走，又停了下来。慧敏，记得常回家看看。我点点头，知道了，妈。母亲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，还有，照顾好自己。她的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，让我有些看不懂。但我没有多想，继续收拾行李。我带着满心的疑惑回到了省城。路上一直在想母亲最后说的那句话，总觉得她的眼神里藏着什么秘密。回到公司，同事们都关心地询问家里的情况，怎么样？拆迁款分到多少？财务部的小张好奇地问。我笑了笑，没我的份，都给我弟弟了。什么？小张瞪大了眼睛，几千万都给你弟弟？你们家人也太偏心了吧？这很正常啊。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。儿子继承房产，这是传统。什么传统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重男轻女？小张愤愤不平。林姐，你也太好说话了。我没有解释，只是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。但小张的话还是让我心里有些波动。是啊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委屈自己？下班回到家，我坐在阳台上，看着城市的万家灯火，心情复杂得很。这套房子是我3年前贷款买的，85平米，月供3800，对我来说压力不小，但至少是属于我自己的地方。想起老家那套即将被拆除的祖屋，想起那2800万的补偿款，我心里说不羡慕是假的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，像是遗憾，又像是解脱。手机响了，是慧强打来的。姐，你到家了吗？到了。姐，我想和你说声谢谢。慧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好意思。这么多钱，你一点都不要？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别说这些，都是一家人。姐，以后你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要跟我说。虽然我没什么本事，但有了这笔钱，至少能帮上你。我心里暖了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觉得心情好了一些。
至少慧强还是有良心的，知道感恩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的生活完全恢复了正常，上班、下班、买菜、做饭，一切都和以前一样。偶尔想起老家的事，心里也没有太大的波澜。也许我真的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位置。从小到大，我就是那个懂事的女儿，那个不给家里添麻烦的女儿。现在长大了，这种角色还在继续。1周后的周末，我正在家里打扫卫生，门铃突然响了。我以为是楼下的外卖小哥送错了，开门一看，愣住了。站在门口的竟然是母亲，她穿着平时的深蓝色外套，手里拎着一个旧布包，看到我时露出了笑容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慧敏，妈妈来省城办点事，顺便来看看你。母亲自然地说道。我赶紧让母亲进屋，给她倒了杯热水。她坐在沙发上，四处打量着我的小家。妈，您来省城办什么事？怎么没提前说一声？我坐在她对面问道。你三婶的女儿在省城某医院工作，介绍我来看看你爸的老毛病。母亲喝了口水，本来想着办完事就回去，后来想想，既然来了，就顺便看看你住的地方，那挺好的。爸的腰疼看了这么多年，是该找个好医生看看。我点点头。您是怎么找到我家的？你之前给过我地址，我一直留着呢。母亲从布包里掏出一张小纸条，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这栋楼。就在这时，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弟弟打来的。母亲看了一眼手机屏幕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她颤抖着接起电话，听了几句后，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。妈，怎么了？我急忙走到母亲身边，看到她脸色苍白如纸，手机都快拿不住了。母亲颤抖着挂断电话，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。慧敏，慧强出车祸了，现在在医院抢救。我的脑袋嗡的一下。什么？慧强出车祸了？妈，您先别急，慧强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。小丽说很严重，脑出血，医生说要立刻手术，需要准备200万的手术费。母亲哭得说不出话来。200万！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虽然家里刚拿到2800万的拆迁款，但钱还没到账，现在去哪里筹这200万？妈，我们赶紧回去。我立刻开始收拾东西。钱的事先别担心，人最重要。在回老家的路上，母亲一直在哭，我一边开车一边安慰她，心里却乱得很。弟弟平时开车很小心，怎么会突然出车祸？3个小时的车程，感觉特别漫长。到了医院，我看到刘小丽和几个亲戚都在手术室外等着。姐，你终于来了。刘小丽一看到我，眼泪立刻就流了下来。医生说慧强的情况很严重，脑部有血块，必须立刻手术。可是手术费要200万，我们拿不出来啊。拆迁款呢？我问道。还没到账，银行说最快也要1个星期。刘小丽哭得梨花带雨。医生说不能等，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。我看了看手术室紧闭的门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如果是平时，我肯定二话不说就想办法筹钱。可是现在，慧敏，你在省城有没有认识的人能借到钱？二叔走过来问我，我苦笑了一下。二叔，我1个月工资才8000，哪里认识有200万的人啊？那怎么办？眼看着慧强，二叔急得团团转。就在这时，主治医生出来了。病人家属，病人的情况很危急，必须立刻手术。你们考虑好了吗？医生，我们现在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，能不能先手术？钱过几天就有了。刘小丽哭着说。医生摇了摇头，不好意思，
医院规定必须先交费再手术，如果你们筹不到钱，我建议转到其他医院试试。其他医院也要钱啊。刘小丽绝望地说。我看着刘小丽绝望的表情，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，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决定。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现在能筹到100万，能不能先开始手术？剩下的钱我们在手术过程中想办法。医生想了想，可以，但你们必须在手术结束前把剩下的钱补齐。我点点头，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。第一个电话我打给了我的老板王总，我家里有急事，需要一笔钱救命，您看能不能？慧敏，你先别急，什么情况？王总的声音很关切。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，王总沉默了一会儿。这样吧，我个人先借给你30万，公司这边我也想想办法。谢谢王总，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。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接下来我又打了10几个电话，有大学同学、同事、朋友，凡是我能想到的人，我都打了一遍。有的人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有的人找各种理由推脱，有的人直接不接电话。2个小时后，我筹到了85万，还差115万。我看着手机里的数字，心情沉重。慧敏，算了吧，三叔劝我，你已经尽力了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转院吧。不行，我坚决地摇头。慧强是我弟弟，我不能眼看着他死。就在我准备继续想办法的时候，刘小丽突然拉住了我。姐，我有个想法，但是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，那个你在省城的房子能不能抵押贷款？刘小丽小心翼翼地说。我听人说房子可以贷出房价70%的钱。我愣了一下，我的房子当时买的时候是120万，现在市价大概150万。如果抵押贷款确实能贷出100多万，可是抵押贷款需要时间，最快也要3天。我说，那怎么办？刘小丽急得快哭了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想到了一个人。小丽，你等我一下。我走到医院外面，拨通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电话。喂，是慧敏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是我，子涵。我深吸了一口气。我知道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，但是我现在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电话那头的人是我的前男友张子涵。我们大学时候谈了4年恋爱，毕业后因为各种原因分手了。他现在在省城做生意，听说混得不错。你说什么事？张子涵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惊讶，但语气还算友善。我把情况简单说了一下。张子涵沉默了很久。慧敏，你需要多少？120万。我咬着牙说出这个数字。好，我现在就安排人把钱转给你。张子涵没有任何犹豫。手术费终于凑齐了，慧强被推进了手术室。我们在外面等了整整8个小时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各种亲戚朋友都来了，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很复杂，有感激，有愧疚，也有说不清的东西。母亲坐在我身边，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，什么都没说，但我能感受到她手心的温度。凌晨3点，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，医生走出来，摘下口罩。手术很成功，血块已经清除了，病人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不过还需要在 ICU 观察48小时，这段时间很关键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刘小丽更是哭得不行。谢天谢地，慧强没事了，我也觉得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虽然花了这么多钱，但人平安就好。慧敏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刘小丽拉着我的手，要不是你，慧强就……别说这些了，我打断了她。慧强好好养病最重要，
医生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就离开了。大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分班轮流照顾慧强。妈，我明天就回省城，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对母亲说。母亲点点头，你放心吧，妈妈会照顾好慧强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准备回省城。临走前，我去 ICU 看了一眼慧强，他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。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心里很难受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我的弟弟，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人。慧强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我轻声说道。虽然知道他听不见，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护士过来了。你是病人家属吧？医生说，病人的情况虽然稳定了，但后续还需要康复治疗，大概还需要50万左右的费用。50万，我心里一沉，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这个费用是分期支付的，你们可以慢慢筹备。护士看出了我的担忧，安慰道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在想，这50万又要从哪里来？回到家里，刘小丽送我到车站。姐，你这次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。刘小丽眼圈红红的。我和慧强商量了，等拆迁款到账了，我们一定要分一部分给你。我摇摇头，不用了，之前说好的事就别改了，你们把慧强照顾好就行。可是姐，你为了慧强花了这么多钱，那些钱我会想办法还的，不用你们操心。我打断了他。刘小丽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我的表情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回到省城后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。首先是经济压力突然变得巨大，我向各种人借了200多万，每个月光是利息就要还好几万。我不得不开始兼职，晚上和周末都在做财务咨询。1个月下来累得不行。1个月后，慧强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，情况基本稳定了，但医生说他的脑部受到了一定损伤，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，比如记忆力下降、反应迟钝等。医生说慧强以后可能不能做重体力活了。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，智力也受到了一些影响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很复杂，一方面为慧强的身体担心，另一方面也在想，他这样的情况还能管理那2800万吗？2个月后，慧强终于出院了。我特意请假回去看他，一进门我就发现慧强变化很大。他坐在椅子上，眼神有些呆滞，说话也比以前慢了很多。姐，你回来了。他看到我，努力挤出一个笑容。慧强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走过去，坐在他旁边。还好，就是有时候会头疼，记性也不太好了。慧强说话的语速明显比以前慢。刘小丽在一旁眼圈红红的。医生说慧强需要很长时间恢复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完全恢复。我拍了拍慧强的肩膀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人平安就好。就在这时，村主任来了。慧强，身体好点了吧？村主任坐下后，表情有些严肃。我来是有件事要和你们说。什么事？父亲问道。拆迁款的事出了点问题。村主任叹了口气，开发商那边资金链断了，项目可能要暂停。什么？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那我们的钱怎么办？刘小丽急忙问道。现在还不确定，可能要推迟发放，也可能……村主任没有说完，但意思很明显。我感觉脑袋嗡的一下，2800万可能拿不到了。那我借的这200多万怎么办？村主任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母亲颤抖着问道。我也不想这样，但现在就是这个情况，县里正在想办法解决，但需要时间。村主任也很无奈。村主任走后，
整个家里陷入了沉默。这下怎么办？刘小丽第一个忍不住。慧强还要继续治疗，慧敏姐借的钱也要还。如果拆迁款拿不到，别胡说，肯定能拿到的。父亲沉声说道，但语气里也充满了不确定。我坐在那里，心里乱得很。如果真的拿不到拆迁款，我借的这200多万就成了无底洞。我一个月收入才1万多，根本还不起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为了救慧强，已经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掏空了，现在连房子都抵押了。如果拆迁款真的泡汤，我可能要破产了。慧敏，你别担心，母亲看出了我的忧虑，就算拆迁款有问题，我们也会想办法还你的钱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我勉强笑了笑，慧强的命最重要，钱的事以后再说。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就凭现在家里的情况，根本不可能还得起这200多万。慧强现在这个样子，别说赚钱了，连基本的生活都需要人照顾。刘小丽又没有正式工作，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了年迈的父母身上。当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，看着满天的星星，想着这些天发生的事，心情复杂的无法言喻。如果时间能够重来，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？当初面对2800万的拆迁款，我选择了懂事的让给弟弟。现在为了救弟弟，我又毫不犹豫地掏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。我到底是真的无私，还是太过愚蠢？慧敏，母亲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我回过头，看到母亲拿着一件外套走过来。夜里凉，披上吧。她把外套搭在我肩膀上，然后坐在我旁边。妈，你也睡不着，心里有事，哪睡得着？母亲叹了口气。慧敏，妈妈想和你说件事。您说。母亲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道，其实当初分拆迁款的时候，妈妈心里是有想法的。我转过头看着她，等她继续说下去。你从小就懂事，从来不和慧强争任何东西。妈妈有时候觉得对不起你，但又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女儿嘛，迟早要嫁人，儿子才是自己的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可是这次慧强出事，看到你毫不犹豫地拿出所有积蓄救他，妈妈才明白，什么儿子女儿都是自己的孩子啊。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。慧敏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听到母亲这番话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么多年来，她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。妈，过去的事就别说了。我轻声安慰道。不，妈妈必须说。母亲擦了擦眼泪。慧敏，不管拆迁款最后怎么样，妈妈都会把这个家的1半给你。你是妈妈的女儿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第二天，家里开了个家庭会议，父亲把所有能商量事的人都叫来了，包括几个叔叔和婶婶。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。父亲开门见山地说，拆迁款可能要推迟发放，甚至可能拿不到。但是慧敏为了救慧强，借了200多万，这个钱我们必须想办法还。那怎么还？二叔问道。家里就这点家底，卖了也凑不出这么多钱。我和你妈商量了。父亲看了母亲一眼，准备把老宅子卖了，还有田地什么的，能卖的都卖了。可是那些也值不了多少钱啊。三叔说道。能凑多少是多少。父亲坚决地说，再不够的话，我和你妈去打工，一分分的还。听到父亲这番话，我心里很感动。虽然他们平时偏心慧强，但关键时刻还是很有担当的。爸，您年纪这么大了，哪还能打工？我说道。这个钱的事您别操心，我自己想办法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担？母亲马上说道。慧强是我们林家的人，救他是应该的，
这个债也应该我们全家一起还。就在这时，慧强突然开口了：“爸妈姐，我想说句话。”所有人都看向他，虽然脑子受了伤，但他的眼神很认真。是我连累了姐姐。慧强说话很慢，但很清楚，如果没有姐姐，我可能就死了。这个钱应该从我的拆迁款里出，可是拆迁款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。刘小丽说道：“那就等。”慧强坚决地说：“总有一天会拿到的。姐姐，这200万就算是我借你的，等拆迁款到账了，我第一个还给你。”我看着慧强认真的表情，心里很复杂。虽然他脑子受了伤，但在这件事上却很清醒。不用这样计较。我摇摇头，都是一家人，必须计较。慧强努力地站起来：“姐姐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就死了。这个恩情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家庭会议开完后，我准备回省城了。在车站，全家人都来送我。慧敏，记住妈妈的话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是这个家的女儿，这个家永远有你的一份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很温暖。虽然这份认可来得有些晚，但总算是有了。姐，你放心回去工作吧。慧强虽然说话还是很慢，但意思很清楚。我的身体我会好好养，钱的事我们全家都会想办法。姐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刘小丽眼圈红红的，以前我可能有些地方做得不好，希望你别介意。我摇摇头，都过去了，大家都好好的就行。回到省城后，我的生活依然很艰难，每个月要还各种借款，生活压力很大，但心境却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不再觉得自己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人了。3个月后，传来了好消息，拆迁项目重新启动了。虽然赔偿款有所减少，但基本能够到账。我们家最终能拿到2200万。拿到消息的那天，慧强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：“姐，钱的事有着落了，我马上就把欠你的钱还上。不急，你好好养身体最重要。”我说道：“不行，必须还。”慧强很坚持。另外，我和爸妈商量了，这2200万我们5-5分，一人1100万。我愣住了。慧强，你说什么？姐，这个家有你的一半，这个钱当然也有你的一半。慧强的声音很认真。以前是我们想错了，现在要改正。1个月后，1100万到了我的账户。看着手机上的数字，我恍如隔世，从一无所有到千万富翁，这个转变来得太突然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终于在这个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不再是那个懂事的委屈自己的女儿，而是一个被平等对待的家庭成员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